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北京时间2024年5月6号晚上，或者是7号上午，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将使用 ULA 的阿特拉斯5运载火箭进行一次发射任务。这是 Starliner 飞船的第3次飞行任务，也是它的首次载人任务。它将搭载2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布奇·威尔莫尔将担任指令长，而女宇航员苏尼·威廉姆斯将担任这次任务的飞行员。他们将对国际空间站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然后再乘坐 Starliner 返回地球。如果这次任务成功， Starliner 将成为在航天飞机退役后继龙飞船第2款真正实现载人飞行的飞船。现在虽然美国已经有了 SpaceX 的龙2飞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猎户座飞船和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这3款飞船，但到目前为止，只有龙2飞船真正执行过载人飞行任务。截止现在，龙2飞船已经把50人送进太空，把46人送往国际空间站，但即便如此，龙2飞船依然没有完全满足 NASA 对输送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要求。一部分 NASA 的宇航员依然需要借助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前不久刚刚进行的联盟 MS-25 任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这次任务中，美国的宇航员就是和白俄罗斯宇航员以及俄罗斯宇航员一起乘坐联盟飞船前往的国际空间站。如果 Starliner 成功实现载人对接国际空间站，无疑对改善目前 NASA 还需要借助俄罗斯航天来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尴尬境地有很大的帮助。看到这儿的朋友也许会问，美国为什么同时需要3款飞船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头说起。2005年 NASA 提出了星座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重返月球，同时这项计划还包括了其他的空间任务。该计划包括了一系列新的航天器、运载火箭和其他的相关硬件。这些设备将在包括国际空间站补给运输以及登月等各种太空任务中使用。根据计划，大多数硬件都会基于航天飞机的成熟技术。这项计划的核心设备包括了猎户座飞船、运载无人设备的战神5号火箭和运载载人航天器的战神1号运载火箭。这项计划同时还包括了被称为地球轨道组合体的近地轨道空间站和被称为月球轨道组合体的月球门户空间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06年获得了其中的猎户座飞船的研制合同。2010年2月1号，时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议取消星座计划，他的理由是这一计划超预算、进度落后，而且缺乏新意。有关法案在同年10月成为了法律，所以星座计划被迫宣告终结。但幸运的是，计划里的猎户座飞船得以保留。在构型上，猎户座飞船参考了阿波罗飞船的总体构型，也是由锥形的成员舱和柱状的服务舱2部分来组成的。但是由于猎户座飞船拥有更大的直径，因而也就拥有更大的内部空间。飞船的成员数量也从原来阿波罗飞船的3人被扩大为4到6人。猎户座飞船在2014年的12月5号进行了首次无人飞行实验。2022年的11月，它进行了第2次无人飞行实验，这也是它的首次环月飞行实验。猎户座飞船是一款多功能的飞船，它既能够执行月球这样的深空探测任务，也能够执行近地轨道任务，因此它具有比较高的任务适应性。2011年7月，在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执行完 STS-135 任务之后，所有的航天飞机就全部退役了。从那个时起，美国就暂时失去了把宇航员送往太空的能力。所以从那以后，美国至少在10年以内是要依靠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才能够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在这种情况下， NASA 自然希望尽快改变这种不利的处境，于是就在2011年提出了商业载人航天计划。这项计划是一项服务于国际空间站和未来的国际商业空间站的宇航员轮替计划。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输宇航员往返于地球和空间站之间。经过招标，该计划的主要承制方就是 SpaceX 公司和波音公司，而他们所承制的产品就是 SpaceX 的龙2飞船和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由两家公司参与竞争，本身就是对计划进度和质量最有力的保证。根据任务的需求，龙2飞船和 Starliner 飞船无需执行深空任务，因而执行任务的能力呢也就比较单一。这就是这两款飞船和猎户座飞船最大的不同。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NASA 的发展策略。在国家确实需要，但暂时又不具备市场价值的时候，就由国家来牵引，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而当项目已经具有市场价值的时候，就引入市场竞争来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策略。SpaceX 的载人版龙2飞船是在其龙1飞船的基础上改制得来的。2019年3月2号，载人版的龙2飞船进行了首次无人发射测试。一天后，飞船成功的和国际空间站的和谐号节点舱实施了对接。2020年5月，龙2飞船首次实现了载人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从此龙2飞船就开始了它的穿梭任务。2019年12月20号，Starliner 飞船进行了首次无人飞行实验，但在试飞的时候，因为飞船上的任务计时器出现了错误，导致消耗了过多的推进剂，从而使飞船偏离了原定的航线，因而无法到达国际空间站，最后只能在22号提早6天返回了地球。2022年5月19号，波音公司又进行了第二次 Starliner 的无人飞行实验。21号，飞船成功的和国际空间站实施了对接。25号，飞船成功的和空间站实施了分离，并在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实现了着陆。Starliner 终于可以进行载人飞行实验了，但 Starliner 的载人飞行实验的进展也不是很顺利。2023年，由于降落伞的线束问题， Starliner 的载人飞行被无限期的延期了。时至今日，波音终于解决了众多的问题，我们期待的载人发射也终于即将到来了。大家现在请看一下屏幕，从屏幕上我们不难看出来， Starliner 在总体设计上借鉴了龙2飞船的设计思路，在发射的时候不需要整流罩为飞船提供额外的保护，逃逸发动机也被集成到了飞船上，这么做的好处就是降低成本。但从外形上来看， Starliner 又和猎户座飞船非常相似，也采用了锥形的成员舱的设计。不过 Starliner 的飞船直径只有 4.56 米，比猎户座飞船要细不少。在使用寿命上，猎户座飞船、龙2飞船和 Starliner 的设计重复使用寿命都是10次，在这一点上，三者还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另外，在发射载具上，宇宙神5、德尔塔4、猎鹰9号和火神运载火箭都可以发射 Starliner 飞船，这就使得 Starliner 飞船对发射载具的要求变得十分宽泛，因而具有非常好的适应性。在成员数量上， Starliner 最多能搭载7名宇航员，这个数据要优于龙2飞船和猎户座飞船。所以总的看来， Starliner 可以看作是一款对标龙2飞船的载人飞船，尽管现在看来它似乎在竞争中稍微处于落后的位置，但波音和 SpaceX 在飞船上的差距要明显小于其他火箭公司和 SpaceX 在火箭上的差距。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对这些可能和 SpaceX 形成竞争关系的公司和航天产品多一分关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在航天领域能多出现几家公司、几个产品，能够对 SpaceX 形成激烈的竞争。毕竟作为潜在的消费者，供应商之间的合理竞争是帮助我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有力的保证。好，关于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就先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波音的飞船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再过几天就 Starliner 首次载人飞行的日子了，到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我就会进行直播。
目前暂定的直播时间是北京时间7号上午的10点，欢迎您到时参与我的直播，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次发射。另外，如果直播的时间发生变化，我也会尽早在频道的社区里发帖通知大家。在节目即将结束之前，为了便于大家对这次发射有更多的了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发射所使用的运载火箭阿特拉斯5运载火箭。阿特拉斯5运载火箭也叫宇宙神5运载火箭，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不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是阿特拉斯系列运载火箭的最终产品。现在呢，它隶属于联合发射联盟。阿特拉斯系列运载火箭有阿特拉斯2型、3型、5型等多种型号。现在2型和3型都已经退役了，只有5型火箭还在使用。5型火箭的最大起飞质量是335吨，最大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 18.8 吨。它首飞于2002年的8月，到现在这型火箭已经进行过数百次的发射，其中仅有1次部分失败，可靠性是非常高的。而且造成部分失败的原因还是因为2级火箭收到异常信号，提早4秒关机，导致卫星未能达到预定轨道。不过美国国家侦察局却依然认为此次发射仍然属于成功。根据我的判断，美国国家侦察局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认定，很可能是因为卫星在和2级火箭分离之后，依靠自己携带的燃料运动到了预定的轨道。这种做法会影响到卫星的使用寿命，但至少保证了卫星在一定时间之内还是可用的。这种情况其实在航天发射界并不少见，一般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把它归结为部分成功。尽管阿特拉斯5火箭拥有极高的可靠性，但由于新1级安装了俄罗斯的 RD-180 液氧煤油发动机，所以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阿特拉斯5型火箭很快就会被 ULA 新推出的火神火箭所取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在介绍前苏联俄罗斯的联盟计划那期节目里提到，联盟火箭起源于前苏联的 R7 弹道导弹？无独有偶，阿特拉斯火箭也起源于弹道导弹，那就是 SM-65 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种弹道导弹。在我看来，这才是这些弹道导弹最好的归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期待着在我的 Starliner 发射直播间里与您再次相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